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蒜。这是一张东南亚的地图，整个东南亚大致上被分成两个地理分区：中南半岛以及南洋群岛。而在南洋群岛上有两大相似度极高的语言，分别是马来语以及印尼语。我想大家应该都很好奇一件事：这两门语言明明在文法与发音上并无二致，为什么却被划分成两门语言？那这两门语言能互通吗？所以今天的影片主题是马来语跟印尼语之间究竟有何差别？在正式进入影片主题之前，关于南洋群岛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提到，那就是马来世界。这是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所诞生的概念。马来世界包含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汶莱的4个国家，但不包含东帝汶及巴布亚纽几内亚。这4个国家共同点就是接受到了马来文化的影响，也即为马来人种的分布地。但这并不意味着这4个国家的主体民族都是马来人种。虽然说是马来世界，但实际上在马来世界的范围内也居住了华人以及印度人，所以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也在马来世界里开枝散叶。在这4个国家当中，新加坡的主体民族为华人，马来人则是其次。新加坡是全东南亚华人占比最高的国家，占了新加坡总人口约70%。这同时也是为了当年新加坡会被踢出马来西亚联邦的原因。但如果要论华人数量的话，印尼则位居第一，大约有1000多万人。有这个概念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马来语跟印尼语的背景知识。马来语与印尼语皆为南岛语系的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许多专家都认为台湾是南岛语系的发源地，并向东西扩散至纽西兰及马达加斯加。隔壁菲律宾所通行的菲律宾语也属于南岛语系。至于菲律宾语、他加祿语之间有什么分别，我未来会专门拍一部影片讲解。所以菲律宾语跟马来语、印尼语是近亲。马来语主要通行于马来西亚、新加坡、汶莱，而印尼语则主要通行于印尼。大家可能会以为马来语是起源自马来半岛，但其实马来语是起源自位于印尼领土内的廖内群岛。马来语在南洋群岛流通了好几世纪，一直到西方列强殖民时代，英国统治马来西亚、新加坡、汶莱，荷兰统治印尼，这2个殖民地的马来语便开始出现了差异。马来语受到英语影响较深，而印尼语则受到荷兰语影响较深。这种差异体现在词汇拼写上。同时受到荷兰语影响的马来语也奠定了印尼在独立后所规范的官方语言，也就是印尼语。因此马来语与印尼语之间是否能互通，我想大家应该已经呼之欲出了。事实上，马来语跟印尼语会分家，主要的原因就是政治上的考量。而马来语跟印尼语基本上是可以互通的，这种现象在语言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称为相互可理解性，指的是某种语言的使用者在没有学过另外一种语言的前提下，也能轻易理解另外一种语言的意思的现象。无论是从听觉或是视觉上，以我们中文母语者为例，我们可以理解这些同样出现在日文当中的词汇，或是英文母语者也可以理解这些来自法文的词汇，因为英文在发展过程中其实也吸收了许多法文词汇。至于在听觉上，印地语跟乌尔都语虽然都是以不同的文字书写而成，但在发音上却可以互通。有关于印度语言以及相互可理解性的主题，我未来会拍成影片说明，但可能是以会员影片的形式上传。至于我要如何开通会员，我想各位观众应该都已经知道要做什么了。我们说回来主题，印尼拥有约1万座大大小小的岛屿，为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支离破碎的地理特征也造就了印尼境内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因此，为了团结国内的人民，增进各民族间对印尼这个国家的凝聚力与认同感，在独立后便将印尼语定为官方语言。而我们在前面已经知道，印尼语基本上就是从马来语演变而来的。然而，现今印尼仅有2成人口将印尼语作为母语。换言之，大多数印尼人日常交流的语言并非印尼语。印尼语只是用来联系各民族之间的沟通工具。印尼境内一共有700种语言或方言，许多印尼人的交流语言基本上都是以自己家乡的语言为主。例如，在印尼最大城市雅加达所在的爪哇岛上的爪哇语及巽他语，苏门答腊岛上的巴塔克语，印尼首都努山塔拉所在加里曼丹岛上的巴恩查语，苏拉威西岛上的布吉语，还有杜加胜利巴厘岛上的巴厘语等等。题外话，有别于印尼主流信仰的逊尼派伊斯兰教，巴厘岛主流宗教为巴厘岛印度教，跟印度本土的印度教有些许差别。至于马来语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汶莱的使用状况，尽管马来西亚还居住了华人、印度人等族裔，但马来西亚官方语言却只有马来语跟英语，因此马来语被列为马来西亚的中小学必修课程。这也导致许多大马华人、大马印度人也能说出一口流利的马来语。而新加坡在被迫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后，有别于马来西亚只有将马来语跟英语定为官方语言，新加坡则将国内3大族群语言都一起被列为官方语言，包含马来语、华语、坦米尔语、
并大力推行英语教育，增加英语普及率，将英语作为各民族间沟通的桥梁，同时消弭种族之间矛盾与隔阂，并奠定了新加坡往后的发展基础，成为东南亚唯一的已开发国家。这点就可以从两国的国会看出来。不管你是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大马国会内所交流的言就是马来语，而新加坡国会的议员虽然大部分都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但国会当中交流的语言基本上是以英语为主。接着我们来讨论书写系统。一般来说，这两门语言在书写上皆以拉丁字母为主，但是马来文在某些场合下却会以阿拉伯字母的形式呈现，大多都是出现在宗教场合以及政府机构，也就是爪夷文。这与伊斯兰教的传入有着高度密切的关联性。现今许多穆斯林都需要学习阿拉伯文，因为古兰经的内容只能以阿拉伯语诵读。如果有穆斯林观众的话，也可以在这部影片留言区补充说明。爪夷文也是汶莱的官方语言之一，这可能是因为汶莱的伊斯兰教气息比较浓厚，毕竟汶莱的马来人比例也比较高。爪夷文在马来西亚各州的使用程度也各有不同，例如在东马的沙巴、沙拉越就是因为受到当地原住民语言的影响，使得爪夷文的使用变得较为有限。据说东马的社会氛围也比西马还要开放。而在吉打、吉兰丹、森美兰、波里士、柔佛这些州，爪夷文的存在率就写得相当高，因为爪夷文会出现在这些州的招牌、路牌上，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在2019年，爪夷文也曾在大马教育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爪夷文教育的推行，造成了当时华人与印度人社群的反弹，因为这被认为是在伊斯兰化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甚至上升到了族群冲突，所以爪夷文在大马是较为敏感的话题。最后来到这部影片的压轴，我们要来聊聊这两门语言的不同。虽然这两门语言在视觉上难以辨别，但在听觉上，我们可以从的发音所出现的频率来分辨马来语与印尼语之间的差别。马来语会将一个词结尾的念成的发音，例如我、二、三的马来语 saya, dua, tiga。Bantuan tunai dijangka kekal sebagai alat sokongan permintaan domestik untuk tempoh 5 tahun akan datang. Langkah ini dipercayai mampu mengimbangi ketidaktentuan global dan menyokong pertumbuhan penggunaan dalam negara. BIMB Securities menyifatkan bantuan tunai sebagai terapi jangka panjang yang kini menjadi tunjang lanskap sosioekonomi negara. Peruntukannya juga telah meningkat 12.8 bilion ringgit. 而印尼则念成saya, dua, tiga。Terima kasih Anda masih bersama kami dalam Sapa Indonesia Pagi. Saudara, upacara peringatan hari ulang tahun ke-80 kemerdekaan Republik Indonesia di Kabupaten Pati, Jawa Tengah tidak dihadiri Bupati Pati Sudewo. Wakil Gubernur Jawa Tengah Taj Yassin Maimun bertindak sebagai inspektur upacara. Wakil Gubernur Jawa Tengah Taj Yassin Maimun bertindak sebagai inspektur upacara. 那以上就是有关于马来语以及印尼语的内容，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部影片。如果有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汶莱、印尼的观众看到这部影片，也可以在这部影片留言区详细说明这两门语言之间还有哪些差异之处，或是你是正在学习马来语、印尼语的观众，也可以在这部影片留言区讨论这两门语言究竟好不好学。如果喜欢我们影片，记得订阅、分享，我是当然学员，拜拜。